极善良的人，会说安夏妈妈支持你。那些骂我的说，哎呀，你什么什么拿着这爱国的旗号什么什么刷流量，你们这些阴险的人才会想到这些词。哼，我再告诉你，你别打中国字啊，对不对？使劲骂，使劲骂，越骂越代表你心里虚。咱们中国加油，加油，加油！中国最强大。真的非常激动，我看到中国字我也会哭，我会激动的哭。现在让他们那些喷子去哭吧。好了，不说了，吃饭去。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各位币圈的朋友们，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啊，那就是美国众议院批准了3.5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这个对币圈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面具人还有一个坏消息要给大家说，这个咱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段来讲。提醒一下各位，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就可以参加抽取价值$500的 X 鱼类蛋的活动。活动短语我放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把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打开啊。OK， 咱们先来说好消息吧。美国众议院周二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一项议案，批准了3.5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并锁定了9月底对一项约为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的投票，结束了一些中间派民主党人士和他们的领导人在党内立法议程上的僵局。等于说这个僵局被打破了，就是通过了，不用再纠缠了。最终这个协议是以220票对212票获得了通过。那么大家想一下啊，这种印钱议案为什么会通过呢？为什么通过的这么轻松呢？面具人之前也说过了，现在参众两院都是民主党占多数，所以呢，很多法案都是比较容易通过的。其实美国现在的这个什么基建法案呀，它的正式运行应该是没什么悬念了。众议院通过了，早些时候呢，参议院也通过了，所以说这个印钱计划在行政方面的阻力并不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民间的反应呀，其实民间也是很需要这笔钱的。你政府印钱给我，我当然要了，对吧？更别说那些渔民老百姓了，他更喜欢要钱。而且呢，民间也确实是需要流动的钱去拉动消费、就业、GDP 等等等等。也就是说，美国全国上下都不反对印钱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可不就得通过了吗？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事儿啊，那就是美国现在其实没有左派了，都是极端的右派了，包括拜登，我也是比较失望的啊。拜登、川普他们都找不到更合适的强化民主国家实力的办法了，反而呢，现在西方阵营是溃不成军的，被完全屌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性本恶，人都是自私的。当人自己过好了以后，他未必会想着帮别人。民主这个东西维度太多了，我就问你们，渔民掌权会是什么下场？这个知识分子的投票能和那种地痞流氓投票的质量一样吗？为什么这几年共产党的一带一路能一路顺下去，包括红色贵族也取得了神一般的权利和利益？就是因为中国这种1000年的帝王统治的经验表明了，渔民就只能把它当作劳动力单位来看，牲口也无法拥有人的思维，人口质量始终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呢，他就需要一个绞肉机模式来筛选真正的人才。至于不是人才的人呢，那就扔到臭屎沟里啊，当奴隶。所以呢，无差别的用鞭子对待这些牲口是最合适的。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其实拜登也看到这一点了。你们仔细观察啊，美国现在也有点这个国进民退的意思了。其实不单单是美国，包括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日本呀、台湾呀、法国呀，他们现在都已经越来越往这个政客政权强化的这条路子上去走了。反而呢，老百姓是越来越被渔民坚决爱党、坚决支持政权了。整个世界都是这个剧本。其实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啊，
他们都在做类似的事儿，那就是爱国强国，强化国家实力。只不过川普是通过牺牲盟友来实现强化美国利益的目的，而拜登是通过加税、增加公务员的待遇，然后呢，让公务员更加紧密地支持自己的政权，来实现他的一系列的下一步改革。无论如何，论让国家发展来看啊，把资本科技交给民间去发展，最后的结果就是商人无国界嘛。这些商人赚钱了以后，哪儿好他就往哪儿跑，他是绝对不会爱国给国家做贡献的，除非呢你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对待马云、对待沈万三的那种方式去对待什么扎克伯格呀、这个比尔盖茨呀，对吧？拿刀逼着他们，他们就开始帮助国家建设了。如果说你不逼他们，他们也只会在乎自己的消费、娱乐、享乐。所以说呢，美国这样搞自由资本主义，还不如像中国这样搞国家资本主义呢。国家实力强大了以后，就可以去侵略外国，去掠夺更多的资源。赚钱的事情全部由国家来干，其他的人都是打工的，都是奴隶。核心的东西必须掌握在党手里、权贵手里。目前来看，美国好像也是有点这种意思，要走这条路了。因为你看拜登最近推的一些法案啊，都是在强化公务员的力量，而削弱民间的这个资本能力。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啊，大家要关注呀，那就是美军喀布尔机场从被炸到找到元凶，到直接进行了报复，定点爆破掉所谓的罪魁祸首啊，用了仅仅不到3天时间。那这中间就有个矛盾了啊，美军的情报能力既然如此之强，他为何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呢？说报复就能如此精准的报复，这是演给谁看呢？早干嘛去了？你如果情报能力这么的强，那你应该是完全不会被炸，你应该在别人炸你之前，你就已经截获到情报了，对不对？你连人家的头头都能找到，你怎么可能截获不到一点点的情报呢？啊，撤军都能撤得如此狼狈，你现在却又能定点的找到了人家的大本营基地了，然后一锅给端了，你说这个话谁信吗？我的天呀！大家再想一下啊，还有一个事儿，那就是这段时间啊，有10几万的阿富汗难民流入到了美国。所以呀，通过这种现象，面具人我觉得啊，美国接下来很可能会掀起反恐呀、抓特务呀、互相检举、互相揭发的浪潮了。美国文革真的是要来了，这个可能性不小哟。不过呀，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只能说民众的权利会相当程度的被收缩，但是美国的国家实力有可能会有转机。不过也不能乐观，因为中共就想要的是全世界右转，一起国进民退，一起走进这种大社会主义、权贵主义。这样呢，权贵与权贵之间就好勾兑了呀，关底下的屁民什么事儿？国家之间怎么勾兑，就跟底下的屁民没有任何关系了。你这些屁民奴隶就只用搬砖干活，生产劳动力就行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美丽新世界的乌托邦统治，人人都被高科技把自己的一辈子监控、控制、大数据洗脑、引导，把一个人呀从生到死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哎呀，未来太可怕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美丽新世界到来的那一天之前，尽可能的赚更多的钱和权利，而避免落入到奴隶阶级。因为你们也看到了，民主它无法阻止中共，民主也无法阻止社会的变化，对不对？不管是民主还是集权，最后呢又走回了极右主义，或者是这个被政客操纵的主义。所以呢，你们也只能尽量的赚更多的钱，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不至于在未来被打到社会最底层而无法翻身。美国要是玩国进民退呀，集中力量办大事呀，那也很容易，而且呢效率可能会比中国高。本身美国的科创基础经济能力，它的这个经济基础啊，
毕竟现在美元还是全世界通用货币嘛。美国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它的经济能力是比中国好很多的。如果说美国要这样玩，它发展的速度可能比中国还会快。当然了，美国这么做也有可能招致反对者的抵抗，甚至是解体啊。总之呢，美国走这条路对美国的中产的刺激是非常大的。这些人呢，很可能会把自己的钱往加密货币市场去投，因为他要避免自己的钱被加税、被共产被社会化嘛，被国进民退嘛。其实美国现在也要走这条路了。因为美国的民众他本身就是普遍不信任政府的，当美国的政府要提出什么国进民退的政策了以后，那这些民众就更不信任政府了，他们就会把钱转移，那么就代表着有相当一部分钱会进入币圈。可是呢，这个钱进入了币圈以后，政府也不傻，圈套早就埋伏好了。所以呢，你们看啊，这个消息一放出来啊，就是美国印钱的这个消息，庄家们就直接拉盘，美股三大指数齐齐收涨，纳斯达克、标普500指数创了新高。截至收盘呢，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了 77.1 点，标普500指数呢涨到了 6.70 点，道琼斯指数呢涨了 30.55 点。纳斯达克创新高了呀，就因为这个印钱法案。可是你们也知道，散户是没有拉盘能力的。那这个盘子是谁拉起来的呢？嘿嘿，大家也都知道，暴涨之后就是暴跌，可始终就是有多数人喜欢追高。那剧本是这样的啊，拉完美股割完韭菜了以后，就轮到币圈继续拉继续割。美股相对来说容易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中国股票也在美国上市呢。这次印钱法案通过了以后，美股涨了的同时，同样的中概股也涨了，拼多多涨了 22%， 京东涨了 14%， 新东方涨了 26%， 对吧？中共也同样的通过了这个美股的大涨，套利获利了。可是呢，币圈就没那么容易的啦，币圈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中心化，但是它也是中心化的。可是呢，币圈一涨就会导致很多散户进场，然后呢就会导致严重的资金外逃。尤其对中国来说，中国它也不想让币圈去帮美国消泡沫，就是让美国的散户进场追高，然后被这个割韭菜，对吧？他就是想要把这个币圈的盘子砸到底，然后呢让散户进场抄底，把美国政府给架在半空。他不愿意散户去追高，所以呢，你们看这些图片中共在美国印钞的利好消息出来了以后，却又疯狂的发新闻，疯狂的唱空来对冲这种利好。你们看这些图片，这些标题都是在唱空。所以呢，你们看前天面具人我就说了，比特币这段时间呢会很难上去，除非呢真正的这个硬货硬钱出来了。截止月底还有2天时间看看我的预言能不能实现那就是比特币这个月很难再上5万了。对于整个币圈接下来的操作建议呢，面具人我个人建议是不要光盯着比特币了，这个比特币的收益也就那样。反而呢，你们来看 Axie 最近要有利好改革了，香蕉币被动收益也很强，包括我前天在会员群里面推荐的海豹哥也是第2天就翻倍了，而且它的被动收益也不低。反过来你看比特币呢，如果说你会挖矿，你玩比特币我没意见，因为这个矿是你的产物。可是呢，就单纯的炒比特币来看呢，我觉得你只持有比特币，那你真的就是信仰了，更别说你是要加杠杆呀、合约呀，空空多多了，那你迟早是这个子弹会被打光的，会被坑光的因为每次合约倍数概率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永远是玩不过交易所的，知道吗？你在交易所眼里你是完全裸奔的，你的这个抗压能力、你的买卖习惯、你的交易节奏是完全被掌握的，人家通过大数据就能操纵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去爆你，你是完全承受不了，并且会100%割肉的，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但是大数据比你还要了解你自己。
大家可以翻翻我的往期视频啊，看看我之前推荐过的项目，比比特币赚钱多得多的项目多了去了。总之呢，各位观众，现在努力去赚钱，在大奴隶时代到来之前，让自己不要沦为奴隶阶级，尽量的去赚钱，摆脱自己的这个奴隶阶级，也是你必须要做的。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后代，不生生世世从生到死就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你就去努力赚钱吧。怎么样不当奴隶？钱和权力才是你上升的通道。想要通过杠杆开合约去让自己暴富成功，变成富人阶级，那你是想多了。人家给你合约玩，就是为了赚你的钱嘞，听懂了没？并且呢，有些人呢想着通过什么打工呀、上班呀就能翻身的话，你这种想法也过于的 OB 了，不是 OB 了 ，old school low B 了。为啥？你反过来想一下，你是老板。你会让你的员工比你有钱吗？那你的员工比你有钱了以后，那就成了他是你老板了，你给他打工了，听懂了没？你想要赚钱，你只能找真正的商机，别人找不到的机会，因为机会是有限的啊！真正赚钱的事儿轮不到你，真正赚钱的事情必须是要通过一定的代价，要么呢你是通过大量的研究和时间去换来的，要么呢你就花钱买，就这么简单。而且呢，你花钱买的同时，你也得动脑子，因为外面的坑也太多了。有些时候呢，你花钱也未必能买得到商机。总之呢，这个中间太复杂了。反正面具人我是做良心生意的啊，我就是做视频，而且我现在视频也不怎么做了啊。我从来没有说是引导大家去赌博、开合约、开杠杆，我赚别人这种家破人亡的钱啊。我只是分享商机啊，分享我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我的这个商业判断能力，我自己的个人情报能力，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学识是可以换一些钱的，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赚钱项目以及更多的币圈知识、商业知识的话，请看，这是我的 LINE ID Maskman996，添加我就可以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有些项目呢，我是从来没有在节目里面公开说过的，只有我的会员群专享的。看情况吧，我下个月有可能会公布其中的几个项目。好了，剩下的话我们群里面再说，拜拜，祝你好运。